这只野鸭突然出现在车来车往的公路上，任凭交警怎么驱赶都不肯离开。接着竟不可思议地拦住了一位小姐姐的去路，似乎有事相求，但又无法开口诉说。小姐姐一时间也摸不透野鸭的意图。野鸭见小姐姐没有搭理自己，又焦急地在人群周围不停地徘徊和逗留，嘴里还不停地嘎嘎叫着，像是在刻意引起路人们的注意。可由于双方语言不通，大家并无法理解鸭子的真实意图。就这样，野鸭在忙活了好半天无果后，又转身冲到了马路中间，竟试图冒险去拦停过往的车辆。一位大爷担心疾驰而来的汽车会把他碾压成饼，善意地将他驱赶到人行道的安全区域。突然，一位老哥似乎察觉到了野鸭的真正目的，因为他发现这只野鸭总围绕着一个井盖转圈，于是来到井盖前俯身向下查看情况。果不其然，在下面发现了几只被困的小鸭子。原来野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的时候，小鸭子们不小心掉进了排水道，由于排水道实在太高，鸭宝宝们根本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跳出来。野鸭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遇到危险，顿时心急如焚，为了拯救孩子不得不冒险向人类求助，这也就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。野鸭妈妈不停地穿梭在人群里，是在求助人类救救他那可怜的孩子们。好在他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。可老哥发现井盖已经上锈，并且特别的重，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将鸭宝宝们救出来。于是他立即找来附近的朋友帮忙，一些路过的好心人也主动加入到这场救援行动。大家拿着撬棍沿着井盖边缘撬起，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上方的铁盖给打开。无奈排水口和铁盖之间的缝隙实在太过狭窄，以至于撬棍始终无法找到着力点。不过大家并没有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放弃鸭宝宝，他们不断的尝试从各个角度去撬动铁盖。经过大家半小时的努力，终于将锈迹斑斑的铁盖给打开了。接下来只需将鸭宝宝们打捞上来就轻松结束。小哥拿着抄网3-2下就将鸭宝宝们全部打捞了上来。鸭宝宝们能够成功获救都多亏了鸭妈妈不放弃的努力。之后救助人员将小鸭子还给了早已心急如焚的鸭妈妈。只见野鸭妈妈带着孩子朝着人们嘎嘎叫了几声，似乎是在向好心人类表达最真挚的感谢。做完一切后才带着鸭宝宝们准备离开。这次鸭宝宝们都紧紧跟在妈妈身后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又掉到了某个大坑里。那位小姐姐同样也担心这种情况发生，因为在城市里这样的排水口实在是太多了，鸭宝宝们还那么小，有很大几率重蹈覆辙。于是小姐姐一路悄悄跟在野鸭一家身后，打算将野鸭和鸭宝宝们护送到安全区域再离开。刚才的遭遇似乎让野鸭妈妈学聪明了，现在她走在水泥公路上会特意靠边边走，还会时不时停下脚步观察四周围的情况，顺便检查身后的孩子有没有被落下。就这样，野鸭妈妈摇摇晃晃带着孩子穿过小树林，终于来到了郊外的一处河流。在接触到水后，野鸭妈妈明显放松了许多，带着鸭宝宝们开心的在水中游来游去。原本以为故事到这里已经完美结束，野鸭一家今后可以在这片水域开心生活，但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片水域竟是其他大鹅的地盘。野鸭妈妈正带着孩子开心的戏水，突然2只大鹅朝他们游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就对这个闯入领地的异类进行驱赶。野鸭妈妈为了保护幼小的小宝宝们，只能领着鸭宝宝们不断躲避大鹅的驱赶。可尽管鸭妈妈已经带着孩子躲到角落，大鹅仍跟在身后不依不挠的追赶，明摆着告诉鸭妈妈不允许在这片领地中逗留。那么接下来野鸭一家又该何去何从呢？这只北极熊出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冰的模样，它激动的直接就扑了进去，在接触到冰块的一瞬间便再也无法自拔，血脉中对冰的渴望与喜欢立即表现了出来，毫不掩饰的在冰块上翻滚撒欢。此刻他开心的像是个200斤的孩子。按道理北极熊不是生活在常年冰雪覆盖的北极吗？可这只北极熊为什么会头一次见到冰呢？而这背后的原因却有个令人心酸的故事。原来由于人类无休止的破坏环境的原因，导致全球的气温每年都在不断的升高，原本一望无际的冰川开始相继融化，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栖息地不断减少。恰巧一只北极熊妈妈在这个时候怀孕了，由于食物匮乏，她已经好几天没吃上饭了。但为了肚子里即将出生的宝宝，北极熊妈妈不得不选择离开故土去寻找食物。可她不知道游了多久也没找到新的冰川以及食物。就当北极熊妈妈快要精疲力竭之时，幸运的发现了一块浮冰爬了上去。可就当她准备趴会儿休息恢复体力时，一条鱼竟然跳出了海面。见此一幕的北极熊妈妈也顾不上休息了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再次一头扎进了海里。要知道这可是难得的食物啊，为了让宝宝顺利出生，她必须要追到这个猎物。就这样，他一路跟着鱼儿来到了一片被人类污染的海域。虽然最后成功抓到了小鱼，但也因此耗尽了体力。更坏的是，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即将分娩。无奈的北极熊妈妈只能原地挖了一个洞开始生产。好在经过一夜的痛苦折磨后，可算是生下了一只可爱的北极熊宝宝。可北极熊妈妈的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她必须要尽快寻找到食物喂养嗷嗷待哺的幼崽。还没来得及坐月子的北极熊妈妈不得不抛下孩子暂时离开。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，
这一别竟成为了他和孩子的永别。因为之前追鱼来到了靠近人类的区域，就在熊妈妈离开不久后，这里出现了一群人类勘察小组。他们很快就发现孤零零留在洞中的北极熊宝宝。由于这附近经常有北极灰狼出现，出于好心，便将北极熊宝宝带回去，交给了动物保护基地。此时的北极熊宝宝眼睛都还没有睁开，他也不懂得失去妈妈的悲伤。工作人员温柔地将他抱在怀中，给他喂食奶粉。喂饱后，小心翼翼把他抱进温度适宜的保温室中。很快，没心没肺的小家伙就睡起了大觉。察觉到有人盯着自己，还害羞地用手捂住脑袋。可没坚持一会，就架不住困意，沉沉睡去。睡嗨了，还将粉嫩的小舌头吐了出来，萌萌的模样简直是太可爱了。之后，饲养员每天都尽职尽责，悉心照顾着他。担心失去妈妈的北极熊宝宝会很孤单，工作人员还特意找来一个北极熊玩偶陪伴。小家伙甜甜的依偎在玩偶上，感到无比的安全感。在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的照料下，小北极熊宝宝可谓是一天一个模样。如今，小家伙的眼睛已经睁开，一身雪白的绒毛加上那胖嘟嘟的身体，真是越看越可爱。只见他睁着萌萌的大眼睛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由于这段时间一直被人类照顾着，现在小家伙看见人不但一点都不害怕，甚至还会主动凑到工作人员身边撒娇卖萌，更是把一直照顾自己的小姐姐当成了妈妈。最喜欢的就是待在小姐姐的身边，无论小姐姐走到哪里，他就会跟到哪里，活脱脱的变成了一个粘人的小妖精。饲养员也借此机会锻炼小家伙的走路能力。听到小姐姐在远处呼唤自己，北极熊宝宝立即鼓足了劲，蹒跚地朝前方爬去。一段时间后，北极熊宝宝来到了淘气的年纪，还无师自通，学会了一身拆家本领。之后，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个小水池，开始引导小家伙接纳水位以后的游泳，打好基础。在看到空中飞舞的泡泡后，竟神奇般的站起身子，追着泡泡玩了起来。一天到晚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，渐渐的室内狭小的空间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求。工作人员尝试带着他来到户外活动。第一次接触外界的熊宝宝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，兴奋的在园区里上蹿下跳，跑得不亦乐乎，激动的和草地来个贴贴，感受大自然的芬芳。当他发现一堆湿泥巴后，立即沉迷其中无法自拔，竟直接开心的在上面撒泼打滚起来。那一身雪白的毛发愣是被染成了黑色，果然是个孩子都逃不过玩泥巴的命运。不久后，熊宝宝开始学习游泳，游泳对他来说就像是与生俱来的天赋，只是简单尝试一次后就可以在水里游得游刃有余。现在只要一看见水池就会二话不说一头扑进去。没几天的功夫，小家伙就开始玩起了跳水。之后，工作人员在水池里放了不少鱼儿，熊宝宝开心地游在鱼群的中央，开始尝试自己去捕捉可口的食物。然而，动物园里虽然有山有水以及各种玩具，也有着很多工作人员每天陪他玩闹，但属于北极的他长这么大却从来没有见过冰。于是，工作人员在北极熊1岁生日当天为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，那就是满满的一大桶冰块。这也就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。虽然这是北极熊熊生第一次见到冰的模样，但血脉中对冰的渴望与喜欢立即展现了出来。本就该出生在白茫茫冰原中的他，如今只得到一盆碎冰就能让他如此的开心，工作人员们的心中不免感到一阵酸楚。为了弥补小家伙的遗憾，之后人们每天都会为他准备一些冰块。现在小北极熊也不玩泥巴，也不玩水了，只要看到冰块就会第一时间扑上去打滚，玩得不亦乐乎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然而冰块始终是冰块，总有融化的时候。或许是老天爷都可怜这个从小离开母亲的孩子。这年冬天早早就下了一场大雪，第一次看到雪的小北极熊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在表达着他的喜悦之情，像个300斤的孩子似的欢快地奔跑在白皑皑的雪地上。这应该是自他出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天了吧。看着北极熊宝宝现在生活得这么好，也许远在北极的熊妈妈也会为孩子而感到开心吧。祝愿小北极熊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平安快乐。